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青田街，今天来造访这附近的日式宿舍群。青田街不长，大约还不到400公尺，不过这里却有10栋以上的建筑被登录为市定古迹，还有历史建筑。因为在日治时代，这里属于大学住宅区，这里临近台北帝国大学，所以很多大学教授选择定居在这里。战后，这里也成为台湾大学的教师宿舍区，所以才会保存了这么多日式建筑。好，我们现在出发了。青年街5巷5号，这栋日式建筑现在是台湾设计口，有设计史料展。不过开放时间是下午，上午没有开放。青年街5巷6号是国立台湾师范学院设计学系。我现在走往7巷，7巷巷口这栋日式建筑是台湾大学日式宿舍。日治时代昭和初期，这里成立新的行政区域，就命名为昭和町。昭和3年，台北帝国大学设立，所以很多教师就选择在这里定居。他们贷款，然后在这边新建房子。不过到了战后，日本人的财产都被国民政府接收，所以日本人的房子也都成为台湾大学的宿舍了。青年街7巷的前面还有一栋，是市定古迹。青田76，7巷6号，市定古迹。马挺英故居，青田76导览，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，需线上报名。马挺英故居原为日治时代1931年日籍学者竹立人教授兴建的，是日治时期日本教授集体开发兴建的大学住宅组合之一。1945年以后，由台湾大学马挺英教授及其家人入住。至2007年，马廷英教授是地质学家，所以庭园里面也摆了很多各种岩石。这是鹰叶岩，这是变质砾岩，这是玄武岩。现在上午9点半，青田76还没有营业。我现在往回走，走往8巷9巷，青年街9巷，这里有几栋日式建筑。这是台湾大学的日式宿舍。左前方那边也有一栋，青年街9巷4号。这里总共有4栋日式宿舍，4号、6号、8号、5号。这一栋是9巷8号。前面那边还有一栋，我看到了。这里是和平东路一段183巷11弄。不过前面这一栋的门牌还是青田街7巷12弄。旁边就是台北清真寺市定古迹，我就顺道参观一下。坐落在新生南路上。这里就是台北有名的清真寺，欢迎国外的伊斯兰朋友来到台北观光。清真寺的对面就是台北市著名的大安森林公园，这个季节有很多美丽的花朵可以欣赏。
走往青年街8巷，门藏文化馆。以前行政院设有蒙藏委员会，却没有台湾原住民委员会，被在野党批评为不食人间烟火。门藏委员会终于在2017年才撤掉。蒙藏文化馆。哦，我要进去吗？这是蓝灯节多媒体互动区。哎，应该是左手。哇，今天的行程赚到了。转经轮是祈福平安的修行工具。哇，感觉还不错。期望台湾成为观光大国。这是蒙古包。对，这是蒙古新年的。哦，蒙古新年的。No， 这边没有蒙古，这是西藏。哦，这西藏啊，对不起，藏历新年。对。啊哈。这个是。我只知道那是新年的。不过蒙古的佛教是从西藏传过去的，然后后来满族也是从蒙古那边又接受藏传佛教，所以这次的展览内容主要是以西藏文化为主。对。跳绳祈福。现在走往3楼，张家大师纪念堂，里面仅能拍照，不能录影，所以我在门口这边录一段就好了。门藏文化馆现在正在举办相遇在蓝灯节。周2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，相遇在蓝灯节，这个展览不错啊，这就是旅行的记忆，应该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往往会有奇妙的际遇。张家大师来台湾的时候，就是住在青年街8巷3号的日式宿舍，现在已经改建为大楼。门藏文化馆，现代中国的版图，事实上是奠基在大清帝国时代。因为大清帝国的皇帝信仰藏传佛教，所以得到蒙古人、西藏人的认同。一直到民国建立，就离心离德了。外蒙古宣布独立，西藏也希望脱离中国的怀抱。我现在继续走往11巷、12巷。这一栋日式宿舍是11巷1号，书画光年。这一栋日式宿舍现在规划为青田书院、于右任纪念馆。周2至周日上午10点半到下午6点。现在上午10点35分，还没开门。11巷3号，这里还有一栋，巷底那边还有一栋。现在是一家餐厅，不过还没开始营业。旁边这里还有一栋日式宿舍，正文云俗，日本不动产顾问旗舰店。
我现在走回青田书院，看看开门了没。青田书院开门了，进来参观一下。不过里面房子还没开门。青田书院是必须要有低消才能进去里面参观。咖啡一杯180，我觉得也不算贵。但是因为我还要继续参观古迹，所以我就在外面隔着窗户拍摄而已。外车请勿进入。那外人呢？我应该不算是外人。罗同弼先生是台大教授，曾经担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。今天造访青田街，参观日式宿舍群。我想看的宿舍差不多看完了。大安森林公园距离这里不远，我就顺道绕过去看看台北花海节。我今天走过的这些景点，我会标示在 Google 地图上面，地图网址连结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那我今天的旅行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